Hello， 大家好，我是彭彭牧师。今天呢，2021，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冰山的理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我们看到就是像一个冰山，然后这条线就是水平线，不好意思，然后水平线呢的下面呢就是我们平时看不见的东西，那上面呢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比如行为啊、活动啊、我们的回应啊、我们讲的话，别人都听到。所以呢，水平线的下面呢，还有很大个部分我们自己是不了解的，别人也不了解，也看不到的。所以有上面的水平线上面和下面。那冰山理论呢，就是这个冰山，我们就是想象是一个人。一个人呢，我们是有水面上的，我们是有看见的部分，也有不被看见的部分。OK， 那所以呢，在这个冰山，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这个冰山到底有什么的内容。从最上面的，我们可以放大一点。从最上面的那个部分呢，就是行为。行为包括一些的故事，包括一些的行动。就是行为，比如我今天去坐车，然后那个车我等了半个小时都没有到，这个就是那个事情，我等了半个小时，平时我等5分钟那个车就来了，但是今天等了半个小时都没有来，那我快迟到了，我约了人，这个就是事情，这个是事件。然后呢，下面呢就是下面水平线的就是应对姿态，应对姿态就是上一课呢我们讲到的那个求生姿态。比如我是指责的，我就站在那边骂，或者我是讨好的，我是超理智的、超理性的，或者是我是打岔。OK， 不知道是用哪一个。比如我是用指责，有没有搞错啊？我平时等5分钟就来了，那今天呢等了半个小时才来，所以我在那边指责，因为我的期待不被满足，我就生气。然后呢，在下一层呢就是感受，每个人都是有感受的，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是有感受的。那个我是什么感受？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愤怒。我是有愤怒，然后还有什么感受？我还有惧怕，因为我怕迟到，对不对？然后我就期待5分钟来，然后还没有来，我就失望，失望也是一种的感受，所以我有失望，我有惧怕，有愤怒。然后呢，再下去呢就是观点，观点有什么呢？就是观点通常是一句话的，是一个信念，一句话，比如说我相信等5分钟车就会来了，或者车应该公共交通就是5分钟之内就应该出现在我面前，不应该等30分钟的。所以我有这个的观点，我有一句话在我的内在，可是我们要很安静我们才会听到这句话。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观点的。比如我去新年的时候我去拜年，那我去拜年有什么观点呢？拜年要带礼物 ，OK， 要带礼物。然后我进到门的时候，看到人要怎样呢？我进到人家家，我要叫人小小的时候，父母就教我们，看到人要叫人，就是要说阿姨好、叔叔好等等什么这样，就是见到人要叫人。这句话就是观点在里面。然后我进屋子之前，要不要脱鞋子？看你在什么国家的文化，那我的文化就是一定要脱鞋子，然后还要进厕所去洗脚 ，OK， 所以进屋子要脱鞋，那这一句话就是观点，然后要洗脚这是观点等等。所以每一个动作都是有观点。在这个等车的那边呢，我的观点就是说，它应该是5分钟之内，或者最多10分钟它就要出现。如果不是，这就不是好的交通这是我的观点。然后再下去呢，就是什么？就是期望，就是我们的期待。那期待呢有3个部分大家来看一下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对自己的期待，第2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对别人的期待，第3个部分呢就是
别人对我的期待。所以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有这3个期待，好不好？那比如我这个等车的我对自己的期待就是不可以迟到 ，OK， 不可以迟到。然后呢，我对他人的期待就是那个车的司机应该5分钟之内能够到达。OK， 能够到达，这是我对他的期待。那他对我的期待呢？就是可能我们猜的，通常这个部分就是猜的，就是他可以体谅我们，比如塞车啊，可能有意外啊等等，所以他才会迟到半个小时都还没有来。所以那个司机或者那个公共交通的公司呢，就期待着我们客人能够体谅，能够了解。这是3个期待自己、他人，还有他人对我们。OK，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有这3个期待发生的，然后到下面呢，再下去就是渴望。渴望呢，就是所有人类都基本上所需要的东西。比如刚才所讲的期待呢，期待未必是合理的，期待也未必我们需要的 ，OK。但是如果渴望呢没有呢就不可以。比如渴望是什么？渴望是被尊重、被爱、被接纳、被认可、被看见，可能自由，可能有意义，有目的，这些就是有人生的目的、意义等等这些，这就是全人类都需要的。但是在等车这件事情，你觉得我渴望什么呢？我渴望什么呢？有什么我是需要呢？我需要被尊重，对不对？我需要被尊重你们这里打广告说，最多5分钟一个，5分钟一趟的车就会来了。那但是5分钟都还没有来那怎样办呢？所以我心里面是不单单尊重我需要的，还有需要守时需要被肯定这些都是那个时候呢这件事情等车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产生的一件事情。到最后最下面呢就是自己。那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每一个时刻我们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有这个自己的部分，就是如何看自己可能那个时候我看自己是这样的，我是看我是没有预备好的，我是差劲的比如现在在香港这里，就是公共交通呢，就是它几点会到我这个楼下到这个车站呢，其实都是有那个 apps 的，就 app 的都有那个 apps。那为什么我不下载去看一下？那我就知道我不用等那么久，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有这样子的评论对自己，那个评论就是我是愚蠢的，我是懒惰的因为我记得我是懒惰，所以没有下载，我觉得不需要但是现在又在埋怨，所以还有我是愚蠢的，蠢的就是说我就忘记了这件事情等等这些都可以有这些的评论的所以呢，发生一件事情，冰山那么简单，他们下面就会有这种的事情发生 ，OK。比如我在香港就是常常都会搭电梯，我常常呢就赶时间出去，或者不一定赶时间我就走到那个电梯门口，那个看到那个电梯都突然间就关，结果看着它开着的，然后我就跑过去，然后跑到在它面前它就关掉然后坐地铁也是就看着它刚刚开的，然后我就走过去，刚好去到那边就滴的就关了，就不能做任何东西。那么小的事情其实我们内在的冰山也会动摇那今天讲的这个冰山呢的动摇，或者这个冰山所发生的事情，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一些有压力的情况，你就会比较容易明显的看到它的变化看到变化就是有波动，心情有波动的就是那么简单。那个地铁门就关了，那关了之后呢，那时候我就我那个就是内在发生很多事情然后我的事情呢，就是我走到去它就关了，然后我的感受是什么？感受是可惜，感受是愤怒，也愤怒自己我走那么慢然后也是有期待
哈，也是有观点，哈，然后也是有渴望，也是有自己评价自己的那个部分。所以呢，来这个星期呢要做的功课就是每一个人写2个冰山发生的事情。那现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事情发生，大大小小的都可以哈，比如说现在的疫情。你就是 lockdown 嘛，就是要在家隔离这件事情，然后你写一个冰山比如写什么都可以，交2个功课我们会收你的功课所以大家一定要做这个冰山。然后星期六我们2点见大家，拜拜。